据悉，番禺山区神人村经20年脱贫攻坚后，今年再度返贫。当地村民仍以传统农耕为主，生活条件艰苦，竟然在这种穷乡僻壤养了20多年，真不敢想会受些什么委屈。少爷，这肉记我账上，给村长下酒。拿起拿球，还算啥子钱？慢点跑，莫摔倒。晓得了。小陈啊，做过多少次了？就这个价，赶紧把产品卖给我。你要是再给我跳，老子明天就撤资，让你那堆破铜烂铁直接变烟花。刘姨，莫吵了莫吵了，在场隔壁张娘娘要吃菜刀来了，吵得很。你这丫头片子，等我传传，这叫工艺，是艺术。秦奶奶，都这把年纪了还在练，小心闪到腰噻。放心，小爷们儿，奶奶那是练劲，还要多活几年看你嫁人嘞。这老东西真不经用。你这马被冰脚了，明明不能这么走，你偏要犟。我这是赤兔马，你懂个屁哟！说不清就直说，莫在你胡搅蛮缠。才说放在这儿，一招将死他。好啊，不算不算，这丫头帮你作弊，重来，愿赌服输，你就是输不起，莫找借口。姓蔡的说我输不起，有本事出手练练，怕你个老杂毛，正好试试我新练的神针。爷爷，我打来了你最爱的酒。爷，这是哪个？走错路了吗？爷们儿，爷爷跟你说个正事，这位是京城温家的管家。其实你不是爷爷捡回来的，你是温家失散了20年的亲生女儿，也就是豪门千金。他们现在要接你回去，你还有3个亲哥哥。乔野小姐，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这次接你回去也是为了履行当年的婚约，为你安排一门豪门亲事。哎，我晓得你舍不得村子，你要是不想去，我帮你。爷，好爷，我终于可以见到帅哥了。听说城里头的男娃长得又白又俊，是不是真的？俊，确实都很出众。太好了，爷爷，我走，我马上就走。爷们儿，你不想家吗？哎呀，爷爷，村里头的这些老登我都看腻了，我要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到时候给你们拐个赘婿回来。乔野，哼，一个乡下丫头，我会让她知道，温家永远只有我一个千金。这是你爱吃的腊肉，不够跟姨说，再给你寄。好了好了，放不下了。爷们儿，拿着。到了京城，莫受委屈，有啥子事就给爷爷打电话，爷爷替你撑腰。晓得了，各位娘娘伯伯，你们保重身体，等我发财了接你们去城里耍。小爷们儿就这样走了，那豪门水深复杂，他会不会遭欺负？小爷们儿现在有了新的归宿是好事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村长，不然我们也去吧。对，不能让爷们儿一个人在那边受委屈。我们在这个山沟沟里也安逸久了，该重出江湖了。好，那就给爷们儿保驾护航。参见店主，出发进城。姐姐，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见面礼，价值100多万呢。姐姐，让我帮你带上吧。姐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和我占了你的身份20年，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这样推我好不好？念慈，你没事吧？乔爷，这是怎么回事？乔爷，你干什么？一回来就欺负妹妹。念慈好心送你礼物，你怎么能这样对她？摔得太假了，我教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帅。念慈，无法无天，刚回家就敢对妹妹下狠手，温家容不下你这种野蛮人，现在就给我滚回你的穷山沟！哦，我告诉你，既然来了我们温家，就得守规矩，否则……阿姨，我要一张回川渝的车票，硬着。他走了，这么听话。国良，这是不是太急了？急什么急？这种野丫头迟早把温家脸丢光。算了，姐姐心里有气，我能理解。可是沈家的婚约怎么办？
喂，是沈家啊。沈家问联姻人选确定没有，说如果乔野不行，就得念慈自己去嫁。不，我不嫁，我死也不要嫁那个残废。我大孙女呢？她刚走，我让她回农村了。混账！我找了20年的亲孙女，刚回家就被你赶走。奶奶，你不知道，她一回来就……我不管发生了什么，现在立刻去火车站跪着把她请回来。请不回来，你们也别回来了。乔野，跟我们回去吧。凭啥？你奶奶发话了，让我们请你回去。不会。乔野，你别太过分。乔野，之前是我们不对，奶奶很想见你。你们村里人真怪，一会儿赶我走，一会儿请我回去，跟村里3岁小娃儿一样，说话当屁。想让我回去，我们村里求人办事都得弯腰配笑脸呢。请你跟我们回去。请跟我们回去。乖孙女，奶奶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没得事，奶奶，我皮瘦得很。国良，还不快给乔野道歉！乔野，之前是爸爸不对，太冲动了。对对，都是一家人，别往心里去。今天奶奶摆家宴，给你赔罪。奶奶，不如先吃个下午茶吧。姐姐刚从乡下回来，肯定没尝过正宗的英式下午茶。我去安排。这位是米其林3星主厨皮埃尔先生，特意为姐姐请来的。姐姐，你看，这是茶壶、茶杯、茶漏。哎呀，这么多东西，你可能没见过，我教你用。要先温杯，再放茶叶，水温要95度。姐姐，你试试。水温太高了。什么？95度的水泡伯爵茶，单宁过度起初，发苦。正确水温是85度，泡3分钟。另外，糖加太多，把佛手柑香气都盖住了。麻烦换一壶大吉利春摘，水温85度，不加糖奶。是，大小姐。喝个茶而已，哪来这么多规矩？不是你要讲规矩吗？又菜又爱装，还要我来纠正。西厂规矩多得屁炸，除了让人抓逼，对食材味道屁用没得，还不如村头王婶做的红糖糍粑，又糯又甜，巴适得很。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你咋不吃嘞？没什么胃口，你多吃点。尝尝厨神爷爷教的手法。哎，厨神，村里的土厨子吧？大哥的厌食症连米其林大厨都治不好，你一碗破蘸汤能顶啥用？手艺不错。景琛，你居然主动吃东西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大哥居然吃东西了！我去，还真挺开胃。乔野，你这手艺真是不错。景琛的厌食症看了多少医生都没用，你一碗蘸料就让他开了胃口，真是多亏你了。姐姐，茶凉了，我给你加点热的。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手滑了。姐姐，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嘞！乔野，你胡说什么？念慈都已经给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乔野，说话要有证据。是啊，乔野，说话不能太刻薄了，这就是个意外。他刚才端茶壶的手稳得很，走到我旁边突然抖了一下，角度刚好对着我胳膊，这不是手滑，是瞄准。姐姐，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我真的只是想给你添茶，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乔野，你一回来就挑拨离间，念慈从小善良，怎么可能做这种事？都给我闭嘴！吵吵闹闹的，这饭还怎么吃？我就喜欢乔野这股率真劲儿，
你们几个都是从小被惯坏了，饭都不会吃，水都端不稳，早该让乔野来管教管教。乔野，以后你来定家规，这些西洋礼仪学了点我们东方的皮毛就装模作样，以后吃西餐全部跟乔野一样，就用手抓。不手抓？奶奶，你也太惯着他了。乡下人粗鄙，还要我们跟着学？乡下人粗鄙？当然，只有没教养的土包子才用手抓。乔野啊，一会儿你来我书房，奶奶有礼物要给你。好。乔野小姐，您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请跟我来。这就是您的房间，虽然简陋，但比您乡下住的土炕好多了。我睡的床那是木工爷爷用金丝楠木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比你们吃饭用的桌子都要顺滑。乔野小姐，您可真会开玩笑，那是罗马进口的顶级实木餐桌，一张就要上100万呢。实木在我们老家都是劈柴烧火的，在那上面吃饭都硌手。乔野小姐，不好意思，水电出了点问题，你就凑合凑合吧。乡下人不都习惯没水没电的日子吗？好好认清自己的身份。一个野种，不懂装懂，还想跟我们念慈小姐争宠，做梦！一个野丫头也敢跟我争？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滚出文家。这玉石还行，就是品味一般般。你怎么进来的？干什么？放开我！乔野，你给我滚出来！这是我的房间，你给我滚出来！来人呐！来人！三哥，你要为我做主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是乔野，他抢了我的房间，把我从浴室里扔出来，还打了佣人，让他们跪在走廊上。什么？他敢打佣人？他以为自己是谁？温家家主吗？乔野，你给我滚出来！什么玩意儿？还不如村长家的雪花膏。是我，都退后！耶，三公，这里不让睡觉。乔野，那是我的睡裙，你凭什么穿我的衣服？哦，你的呀，难怪这料子这么差，没我们村里头苏娘做的棉不舒服。你不光抢念琪的房间，还穿人家的衣服，你还要不要脸？三哥，你搞新货，是他先喊佣人断我水电，锁我门，我没得用，那就抢别个的。你胡说，念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不信你问他们。就算是这样，你一个乡下丫头，凭什么跟念慈抢？怎么不能抢？奶奶，乔野抢我的房间，穿我的衣服，还打佣人，你要为我做主啊！闭嘴！乔野是温家的千金大小姐，住主卧天经地义。念慈，你占了乔野20年身份，如今还要装可怜，陷害乔野。奶奶，我从今天起，你搬到杂物间住，好好反省。奶奶，不要，我不要住杂物间。
妈，念慈她怎么，你也想住杂物间？你们全部开除！温家不留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老夫人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是念慈小姐让我们做的，不关我们的事儿啊。这什么破包？还没隔壁刘婶儿家的猫篮子结实。乔爷，你这个坏人！家规第2条，以后我的房间温念慈与狗不得入内。明天的回归宴，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丢尽脸面。少爷，温家找回了真千金乔野，他一回来就立家规，把假千金赶到杂物间，还开除了欺负他的佣人。有点意思。二叔那边怎么说？必须要我成婚以后才能给我父亲的股份吗？是的，他们搬出了族规。少爷，老爷和夫人当年出了意外，若不是他们暗中谋害，您早就该成为集团继承人了。现在还害得您站都站不起来。这笔账一定要从他们身上讨回来，拿回我父亲的公司。安排下去，明天温家千金的回归宴，我要送一份大礼。是。念慈小姐今天真漂亮，谢谢，这是帝家设计师特别定制的。听说您钢琴弹得特别好，不知有没有荣幸聆听？等会儿有机会献曲。听说顾晨今天也会到场，虽然我不想嫁给那个残废，但我更想看到你阳相尽出，让他主动退婚。姐姐，你怎么穿成这样？怎么了？怎样穿舒服？我们代表的可是温家，这种场合要穿礼服，你不能穿的这么随便。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一点审美都没有。三哥，你没看错吧？我这大裤衩还脱。不然呢？破布一条也好意思穿出来，丢人现眼。这可是我们村里手艺最好的苏娘娘做的，千金都换不来。村里的土裁缝还千金都换不来，你是在做梦吧？不对，这裤衩是……温小姐，好久不见，你身上这套难道是帝家设计师的特别定制？他们家设计师正好和我认识。看到没有，这才是温家千金该有的样子。这工艺像是苏恩大师的手法。苏恩大师？你说的不会是那个米兰首席设计师吧？对，苏恩大师的私定款，看起来全球仅此一件。不可能，他刚刚才说这裤衩是他们村的土裁缝做出来的，闻名天下的苏大师怎么可能是一个村里的普通裁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没错，我们都听到了。苏娘可不是什么土裁缝，她是我们村最厉害的裁缝。估计是我眼花了，一个村里的裁缝，怎么可能会和苏大师扯上关系？各位，既然是姐姐回归的喜日子，念慈无以为赠，便献上一曲《致爱丽丝》，博大家一笑。也祝姐姐往后在京城的日子能如这旋律般顺利。不愧是温家悉心培养了20年的千金，这琴技确实出众。姐姐，念慈已然献丑了，你也来为大家表现一曲吧。我都算了，我五音不全，隔壁刘姨家的鹅都叫得比我好听。姐姐何必如此自谦？回了家，总要让大家伙儿见识见识咱们温家血脉里的艺术底蕴。
这下怎么出丑？这是李斯特的钟，演奏难度被誉为最不可能弹奏的神曲。怎么可能？我练了15年都不敢轻易挑战这首神曲，他怎么会？这改编，这意境，绝了！这简直是灵魂的共鸣。念慈小姐，你刚才弹的《挚爱已死》只是机械的照搬乐谱，毫无情感，而乔野小姐的演奏，每一个音符都在说话。教授，我姐姐她也许是这首曲子提前练了很久。胡说八道！没有20年的血泪功底，根本弹不出这种意境，这绝非临时抱佛脚能做到的。村里刘姨现在没事，教了我2句，随便弹弹，教授您别当真。我不信，一个乡下村妇怎么可能教出这种水平？乔野，你肯定是在骗人，你是在假弹，里面藏了录音，对不对？钢琴是你准备的，也是你拉我上来的，我咋个做手脚？那你现在就即兴弹一首没人听过的，否则你就是骗子！你们乡下人果然都是这种品行不端的货色。你可以骂我，但不能骂我们村的人。大小姐，办好了，钢琴的联动轴都拆了，他现在除了噪音，什么都弹不出来。乔野，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看吧，果然弹不出来，装模作样，这下露馅了吧？不应该呀，难道他刚才真的是假弹？利用残留的琴键，创造出空灵的效果。这是乐圣级别的演奏，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每一个变奏都精妙绝伦。这指法，这韵律，有股当年天后的神韵。这是刘天后最喜爱的指法，我年轻时听过她的演唱会，就是这个感觉。没错，刘天后退隐20年了，没想到今天能听到类似的演奏。这小姑娘未来前途无限啊！是啊，明明钢琴已经被动了手脚，乔野怎么可能弹得出来？而且还弹得这么好。抄袭！你这是抄袭！刘天后已经退隐20年了，没有她的授权，你凭什么弹她的曲目？这首曲子肯定是刘天后创作的，被你不知道怎么偷到手了，在这里装腔作势。是啊，这小姑娘才20出头，怎么可能有这种功力？我没有抄袭。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弹法和刘天后一模一样？这是刘姨从小教我的弹法，我没有抄袭任何人。刘姨？哪个刘姨？一个乡下村妇能教出这么好的琴？还是说你口中的刘姨就是刘天后？刘天后是谁？刘姨就是刘姨。你连刘天后是谁都不知道，还说教你弹琴的是个叫刘姨的村妇。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刘姨教的，那你把她叫出来对质，让大家看看这位刘姨到底长什么样。刘姨最近去村里参加什么老年歌唱比赛了，我没留她的电话，这会儿叫不来。我就知道你在撒谎，我已经联系了刘天后的经纪公司，他们说没有授权就是侵权，马上就要来抓你。乔野，别闹了，快承认错误，道个歉。是啊，别让温家丢脸。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乔野，你还要嘴硬，赶紧承认抄袭，低头认错。等刘天后的人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用叫了，爷们儿，刘姨来了。刘惠妹，我的偶像刘天后现身了。刘姨，刘天后，您怎么会在这里？您刚才说您是乔野的刘姨，这怎么可能？怎么，我来看我的乖侄女儿，还得跟你报备？还是说这温家的门槛太高，我刘惠妹进不得？爷们儿，这几张票你拿着耍，送人或者拿去店做脚都随你。天哪，那是刘天后的至尊那场票，全球限量发行100张，每一张都被炒到了6位数。刘姨，你那老烟长，我怕你一开称，全城的警察都以为哪儿在施工扰民，跑来把你抓喽！你这臭丫头，全天下也就你敢这么损我。刘天后，我是您的老歌迷了。刚才乔野小姐弹奏的那首曲子，惊世骇俗的指法，真的是您教的？是我教的。
我刘惠妹教出来的孩子，随便拨弄2下，也比某些只知道照本宣科、卖弄虚荣的木头强100倍。你们要是真想学真东西，去求这丫头，她的天赋比我年轻那会儿还要高出3层楼，别狗眼看人低。野妹，刘姨有事先走喽。少爷，这乔野小姐竟然是刘天后的亲传弟子，看来神人村的背景远比我们调查的要深。走，我也该下去亲自见识见识，这位野丫头到底还有多少惊喜。乔小姐，我是天娱的副总，这张票我出200万，只要您肯割爱，条件随您提。乔小姐，看在大家都是世交的份上，您就收我女儿当徒弟吧。沈田姐姐，你可来了。沈田姐姐，你要是再不来，我们温家的名声都要被那个乡下回来的乔爷给败光了。就是那个一回来就抢了你房间的姐姐，她仗着认识刘天后，刚才当众羞辱我，还说我们送的礼物都是不入流的便宜货。什么？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也敢编排沈家？走，我倒要看看她长了几颗脑袋。你是哪位？我是你未来大嫂。听闻你回城，我特意花了几千万拍下这只珐琅彩簪子，这种顶级宝贝，你这种人怕是见都没见过。怎么样？是不是被这工艺给镇住了？孙小姐，你这见面礼还是送错了。你什么意思？这玩意儿是假的。你说什么？假的？这可是我花了3000万，从有着100年声誉的苏富比顶级拍卖会上拍下来的，你竟敢说它还是假的？沈田姐，你消消气，姐姐刚从乡下回来，估计是把这稀世珍宝当成那种10块钱3串的塑料地摊货了，别跟她计较。乔爷，不懂就闭嘴。沈家是什么门第？沈田姐可能拿假货送人吗？赶紧给沈田姐道歉。我没得侮辱哪个，我只是实话实说。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家老头子那儿多的是。前2天我吃完排骨嫌它戳牙缝，顺手拿来当牙签使了，用完就给扔进垃圾桶了。拿珐琅彩当牙签，这吹牛逼都不带打草稿的。你简直不可理喻！看清楚了，这是博物馆3位专家联名开具的鉴定证书，上面还有唯一的电子防伪编码。证书？那玩意儿只要钱给够，你要多少我能给你印多少。再说，博物馆里头就一定全是真物哦。王老李老，您2位是业内的泰斗，快帮沈田姐长长眼。这釉色莹润，胎骨细腻，确实有雍正年间的神韵，线条流畅，发色纯正，透着官洋的大气。应该是真品无疑。听到了吗？泰斗都说是真的。乔野，你这双长在脚底板上的眼睛，除了看泥巴还会看什么？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假的，那你倒是拿出铁证来啊！拿不出证据，你今天必须当众给沈田姐磕头道歉。磕头？那多没意思。过年吃，咱们打个赌，要是这玩意儿真的是假的，你给我当3天女仆，端茶倒水，洗脚咧腿，还得随叫随到那种。好，要是真的，你就得承认自己是个骗子，然后滚出温家，永远别回来。一言为定。乔爷，你这个疯婆子，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各位专家，麻烦你们看看这断口里头藏了啥子洋玩意儿。Made in China， 这竟然是现代工艺的防伪微标，还是激光防伪机印的，挺洋气。沈小姐，你那3000万，它不是从义乌拍卖的吧？3000万，我攒了3年的零花钱，竟然买了个地摊货！沈田，拿个高仿货来糊弄温家，你还没过门呢，就开始败家了。奶奶，我不知道它是假的呀，是念慈带我去拍的，他说那家店是100年老字号。奶奶，甜甜性格单纯，对古玩一窍不通，肯定是被人钻了空子。她是真心想结交乔野妹妹的。单纯？我看是蠢，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奶奶，莫太责怪我未来嫂子，她这种性格在咱们村就是送上门的肥羊。不过嘛，这卖簪子的能精准坑到她，背后怕是有个好心人带路。念慈，这簪子，奶奶，我也是看那家店装潢华丽，才带沈田姐去的，我也没想到。回头我会严查，
要是让我知道咱们家有人吃里扒外，绝不轻饶。温念慈，你竟然拿假货害我丢脸！要不是乔野妹妹眼力好，我今天就被你卖了。温念慈，愿赌服输，这3天的女仆生活就从擦鞋开始吧。去，把我鞋上的灰擦干净。丢人现眼的东西！既然你心思全花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争斗上，那这性子确实该好好磨一磨了。顾家的婚事你也不用再推三阻四，下个月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嫁过去。妈，顾家那位可是个残废，脾气还古怪。乔野刚从乡下回来，没见过什么世面，嫁过去那是他的福分，不如让乔野替念慈。是啊，妈，念慈可是咱们心尖上的肉，哪能让他去守活寡？混账！乔野刚受了20年苦回来，我正要留他在身边好好补偿，你们竟然想把他推入火坑！念慈这些年被你们惯坏了，正好去顾家吃吃苦头，磨磨性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不去，凭什么要为了那个土包子毁了我的一辈子？要嫁你们让乔野去嫁。顾某今日不请自来，是特地来向温家提亲，求娶温家千金。这就是顾家那个废了腿的二少爷，虽然长得俊，可惜是个废人。嘘，他手里握着的资源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顾少爷，今日是我们温家真千金归来的喜宴，不知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老夫人，顾某今日不请自来，是为了一桩长辈定下的婚约。顾某今日是来求亲的。顾少爷，我知道您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过得极其不容易，但我已经有了心仪之人。感情不能强求，您这种为了见我而闯入家宴，甚至想用婚约来欲擒故纵的手段，对我没用，请您自重。我的乖乖，这温念慈脑壳被蒙起了吧？哪只眼睛看见在纠缠他了？这自恋的程度，连村里的赖头张都比不过。你哪位？顾少爷，您开什么玩笑？我是温念慈啊，温家最引以为傲的女儿，你不是要娶我吗？顾某要娶的是温家唯一的嫡亲骨血，真千金乔野。顾城，你疯了！你宁愿选一个穿着廉价破布的乡巴佬，也不选我。我温念慈才是知书达理的京城第一才女。白痴！你就是那个要跟我联姻的俊哥哥，长得确实标致，就是不晓得这成语够不够。这是聘礼，沈氏集团5%股权协议，现值5亿，签个字就是你的个人财产。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米兰首席设计大师苏恩每年只出3件私定，且只赠与认可的有缘人。乔野这一套，无论是剪裁还是苏绣暗纹，都是苏恩巅峰时期的设计，有市无价的珍品，在你眼里竟是破布。看来温家砸在你身上的教育经费全喂了狗，连基本审美都没有。天哪，是苏恩大师的作品，他的作品哪怕是残副品都能拍出1000万标价。没想到咱们这一屋子珠光笔气都没他那身裤衩值钱。自视清高，井底之蛙。小哥哥怼人还挺爽，对我胃口。顾少爷，你眼力劲儿霸道，苏大姐要是晓得你认出她的活路了，肯定拉你喝2杯。既然乔野没意见，这门亲事我替他应下了。乔野，天色不早，你去送送顾少爷。请吧，顾少爷。乔小姐，你不怕我？怕你啥子？怕你轮椅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刘天后的弟子，苏恩的至交，这些本领都是在神人村学的。哦，村里老登们闲得慌，非要拉到我教。顾少爷，你这腿是车祸伤的吧？骨头没碎干净，经脉也通。要是让我调理的话，我有法子让你在1个月内重新站起来。就是现在，冲上去！那个女的，给我划破她的脸！你们是谁？就是这小妞，哥几个陪她好好玩玩，旁边那个死瘸子也别放过，一起做了省事。不好，是二叔的人，往回跑！我拖住他们。走啥子走？正愁活没出发。顾少爷坐稳了，看姑奶奶我横扫千军。
哎呦我的妈呀！腿断了，救命啊！去死吧，臭婆娘！乔爷，后面！救命啊！我还没娶媳妇儿啊！妈呀！喊啥子喊？没看老子扎的是树，再吵把你舌头割了！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丧彪的兄弟？在这片地头上，还没人敢这么嚣张！彪爷，就是那个臭丫头，她把弟兄们都打残了。秦伯伯，你不在村头种你的大白菜，跑这儿来做啥子事？刘姨晓得不？彪爷，弄死他！这臭丫头还敢笑话您种菜，简直是活腻了！给老子闭嘴！爷们儿，不对，乔大小姐，给我留点面子。还有刘姨那儿，你可千万莫说漏了嘴。秦伯伯，你长能耐了哈，在村里连条狗都追不到，出来还当上黑社会老大了。哎呦，我的小祖宗，这不是兼职吗？这些小崽子不长眼冲撞了你，我回去一定扒了他们的皮。村里人怕你第一次出赶楼受欺负，村长特意嘱咐我先来打个前哨。谁知道这帮不争气的，竟然接了别人的私活来堵你。我都成年了，要啥子保护？这些小麻烦我随手就能解决。不是我说，你干点正经事儿好不好？等刘姨知道了，又要赏你竹笋炒肉，到时候还要你多美颜几句。我只是路过，真的只是路过。乔小姐，人抓给你发落，我家里还有事要处理，先回去了。期待你之后给我带来更多惊喜。姐姐，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嫉妒心作祟，我不该和你争宠，不该找人堵你，求求你别把我交给彪爷，他会弄死我的。只要你肯放过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既然晓得错了，总得留点记号。我这人喜欢雕木头，我看你这脸蛋挺标致，不如刻个坏字，让全京城的人都晓得你的本性。你看要得不？不要毁我的脸！救命啊！妈妈，救命啊！乔爷要杀人了！住手！乔爷，你在干什么？妈，救救我！乔爷他疯了，他刚才找了一群地痞流氓来打我，还要用刀划烂我的脸。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乔爷，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念慈是你亲妹妹，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她动刀！乔爷，你竟然在温家门口搞这种事情，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家法？温总，搞清楚状况哈！是我和顾城刚出大门，就被10几个拿着刀枪棍棒的混混给埋伏了。至于这些混混是谁找来的，你应该问问你的好女儿温念慈。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血口喷人？我只是担心你和顾少爷的安全才出来看看，谁知道一过来就看到你和那些凶神恶煞的人在一起。妈，我真的好害怕！姐姐刚才拿着刀要划我的脸，还说要把我交给那个叫彪爷的人处理。乔爷，你听到了吗？念慈到现在还在为你着想，你竟然想毁了他的脸！你这个孩子心肠怎么这么毒？这分明是乔野自导自演，想把脏水往念慈身上泼。三哥，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指使的？简直是无法无天！爸爸，我刚才亲眼看见了，那个叫丧彪的地头蛇，见着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还叫他爷们儿。要不是他指使的，那些人凭什么对他那么客气？乔爷，我现在以家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给念前道歉，跪下认错。认错？跪下？我承认。秦伯伯确实是我村里的熟人，但要给我定罪，麻烦你们先拿出证据。刚才顾城也在场，他是当事人，你们不信我，大可以现在就给顾城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谁下的手。顾少爷现在是姐姐的未婚夫，他本来就对我有偏见，他的话怎么能当做证据呢？对，顾家那个孩子性格古怪，眼里只有利益，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乔爷，你说这些是念慈干的证据呢？你空口白牙在这污蔑，谁信啊？证据是吧？姐姐，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嫉妒心作祟，我不该和你争宠，不该找人堵你。温大小姐，我这人虽然没上过什么学校，但我秦伯伯教过我一个道理：城里人心眼多，所以凡事得留个痕。不是我，妈，这是假的，这是合成的。现在的 AI 技术那么发达，想要伪造一个人的声音太容易了，一定是乔爷找人合成的，他想害死我，他想独占温家。对，肯定是合成的。没想到你心机竟然这么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使得出来。合成的是吧？行啊，那咱们明天一早就去警察局，
找最专业的专家检测一下。要是检测出来是假的，我乔也任你们打骂。可要是真的，温大小姐雇凶伤人加毁容未遂，你猜你得在里头蹲几年？我看你就是找打！你个疯女人！我说三哥，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连村里的3岁奶娃娃都打不过，还想跟我动手呢？你够了，还嫌丢脸不够吗？他也是一时糊涂。这样，你把音频删了，咱们现在就回家，让念慈正式给你道歉。道歉？文总，您这算盘珠子都要崩到我脸上了！我刚才差点在自家门口被人划烂了脸，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想打发了。还有这么个是非不分的白痴胡子，谁晓得哪天我会不会又在睡觉的时候被麻袋蒙了头？好，只要你肯删掉录音，我保证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姐姐，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看在咱们好歹姐妹一场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不要把我交给警察，不要赶我走。差不多得了，乔野，念慈都已经跪下求你了，你别那么斤斤计较行不行？反正你也没受什么伤害。乔野，念慈在我身边养了20年，你就看在妈的面子上，饶了她这一次吧。莫慌莫慌，我也没得讲要赶她走，她还要给我当女仆呢。谢谢姐姐，只要能留在爸妈身边，我做什么都愿意。好了，既然乔野大度不计较，那这件事就在家里内部解决。作为对乔野受惊的补偿，我决定把芝然和念慈名下的温氏股份各抽出50%转让给乔野，作为她将来嫁到扈家的嫁妆。凭什么？爸，事情是温念慈一个人惹出来的，凭什么要扣我的股份？闭嘴！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些混混是谁找来的关系？从小念慈跟你最亲，你带坏念慈的账我还没找你算。这事儿你要是不同意，你就给我滚出温家！是我带坏的，他还需要我带。现在可以当着我的面把录音删除了吧？没得问题，我这人最讲信用。股份可以给你，但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已经安排好了，从下周开始，你跟着温念慈、温之言一起去上学。什么时候你拿到了毕业证，这些股份才会正式生效。京城商学院是全国顶级的贵族学校，乔野这种乡下丫头，这毕业证怕是这辈子都拿不到。上大学，那里头是不是有很多那种长得乖、身材又好的帅哥？确实全是顶级世家的子弟。行，这些我上定了。莫说毕业证，哪怕是让我去考个状元回来都没得问题。喂，爷爷，我发你个文件，你帮我存好了。要是哪天温家惹我不高兴，你直接把这玩意儿发给那个什么新闻联播。帅哥子们，你们的校巴姐姐来喽！姐姐，该起床了，今天可是去京城商学院报道的第一天。起来起来，催命啊！你该不会是想穿着这身睡衣去吧？乔野，念慈说的对，京城商学院是顶级学府，里头全是名门后代，你第一天去，总该穿得正式点儿。我觉得这身挺好，穿着巴适。再说了，我也没得其他衣服穿，穿成这样去商学院，你就等着被全校的土魔星子淹死吧。温夫人，这是我家少爷为乔姐准备的开学礼物。这些可都是全球限量款，连我都求而不得，凭什么送给那个乡下丫头？少爷说，乔小姐第一天去学校，不能受了委屈。那衣服咋全是窟窿眼儿？风一吹还不冷死个人？哎呀，裹得跟个香肠壳一样，要是遇到打架的，老子连腿都抬不起来。顾大嫂，你送的这些衣服太绷太紧了，穿起不自在。你要是真有心，不如直接把钱打给我呗。先停一下。我没看错吧？顾少爷竟然笑了。取消下午的所有会议，我要去商学院视察。哇塞！爷爷果然没骗我，大学里头真的全是长得乖的帅哥美女。
这儿就是顶级大学，咋个比咱们村的养猪场还乱？姐姐，你想从这儿攒学分毕业拿股份，简直是痴人说梦。这就是念慈说的那个野丫头，穿的跟个收废品的一样。这儿也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同学们，请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其他人学习。你讲你的，哥几个在这儿学习社交礼仪呢，谁稀罕听你那催眠语啊？我们村里头3岁的娃儿都晓得尊重老师，你这几十年饭是白吃了。臭丫头，敢教训老子，给念慈跪下道歉！从今天起，老师讲课的时候，所有人保持安静。哪个要是再敢砸词儿，那就是下场。你们班长是哪个？唐少。巧了，唐少是吧？以后这班长的位置归老子了。臭丫头，你那是偷袭！老子刚才没准备好，有本事咱们去体育馆正面单挑。单挑？行啊！我要是赢了，班长的位置给我，以后上课谁都不许吵。我要是输了，任你处置。乔同学，算了吧，不要惹出大麻烦。老师，请您准我5分钟的假，我去教那些不听话的娃儿啥子叫规矩。唐少，输了以后可别找学校打小报告哈。老子肉术9段，谁说谁是孙子？少爷，要不要我去阻止？不必，他的本事可比你想的大多了。唐少，只要你能把这个乡下丫头打趴下，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唐少加油！唐少最棒了！念慈，你放心，看我怎么收拾他！啊！我没准备好，再来。呀！再来！废物，真丢脸。还要打不？再来！兄弟们，一起上，帮唐少找回场子！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我认服，认服。还有哪个不服的？站出来，老子一起解决了！主任，你快看，就是他在聚众斗殴！完了，怎么是冷面阎王来了？冷面阎王可是谁的面子都不卖，背景更是无人敢惹，这下糟了。这回肯定要被记大过，我怕非打到我的腿部吧？主任，这个新来的插班生乔野，一进学校就殴打班长和同学，性质极其恶劣，建议立刻开除。在商学院聚众大殴，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校规？我不管你们是谁家的公子小姐，被我抓到了，一律严惩。唐子杰带头打架，记大过一次，即刻撤销班长职位。小野，下次打架记得带护具，万一伤了自己怎么办？主任，是他把唐少打成这样的，您竟然关心他伤到没？你是在教我做事吗？野娃子，你咋个跑这儿来了？二叔，你不在村里头遛鸟逗狗偷寡妇内裤，跑这儿来当啥子主人？哎呦，我的小祖宗，那些陈年旧事莫再提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你5岁在学校当教练嘞，说是想你了。行了，既然唐少被撤了，以后你就是金融班的班长。乔爷以后接替班长职位，所有人立刻滚回教室上课。武术那个大胖子居然能当教练，这儿的伙食怕是太好了。顾少爷，有我收到了，谢了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怎么对乔野手下留情了？装模作样，这种高深的内容，你能看懂一个标点符号算我输。老师，你那道题讲错了。我说班长，你懂数学吗？这可是老讲师，他写的教科书在全国都出名，你这有点自取其辱了。乔同学，
有疑问是好事，但我这道题的推导过程是经过严密计算的。计算个窗口，第三步的逻辑根本不通。老师，你看嘛，你那书上印错了。第三步应该引用费马大定理的异项推导，结果应该是0，不是1。这竟然真的是书本排盘印错了！乔同学，你的推导过程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步骤竟然比标准答案还简化了3步。我靠，竟然真的有人会学习！其实这道题还有另外3种解法，比如从土优学的角度。乔同学，你的恩师到底是谁？你以前在哪所名校就读？啥子恩师哦？我在村里头没上过学，就是跟着卖肉的赵大爷学过几天算账。天纵奇才，卖肉的赵大爷，那一定是个引线的高人。乔同学，我要立刻写信给国家科学院，推荐你进去深造。怎么可能？她一个乡下野丫头，怎么可能是数学天才？那我的股份怎么办？老师，那个什么科学院里头是不是有很多那种长得好乖的帅哥？那里面大多都是跟我一样的老头子。那算了。天天对着一帮老登，我怕我也要长褶子了。真是蠢得无可救药，放着通天大道不走，竟然为了靠帅哥拒绝科学院。只要你继续这么蠢下去，拿不到毕业证，温家的股份你这辈子都别想碰。乔同学，你再考虑一下。神女大大，人家想做您的乖学生吗？个潘潘，你要死啊！好恶心！刚才那口水喷得好，喷出了您的神威，喷出了数学的真理。只要您能收我做徒弟，您就是天天往我脸上喷农夫山泉，我都乐意。莫在这儿发癫儿，老子那一口农夫窗圈贵得很，你受得起个喘错？说嘛，到底要搞哪样？乔姐，实不相瞒，我爹给我下了死命令，这次月考要是进不了班级前10，他就断了我的所有银行卡。我这脑子平时装的都超跑和嫩模，哪装得下那些数学公式啊？你进不进前10，关老子啥子事？老子还要忙着毕业拿股份嘞。毕业，乔姐，您是想提前拿温氏的股份？对头，温家那个老汉说了，只要老子拿到毕业证，股份就给我。可老子现在直接插班到大3，满打满算也就1年多时间，哪来得及攒学分嘛？乔姐，这您就问对人了。要在商学院这种地方快速毕业，光靠考试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你有法子？当然，下周就是1年1度的校运会，按照校规，只要能在校运会上拿到单项冠军，学校会直接奖励1半的毕业学分。还有这种好事？那老子现在就去报名。那个乔姐，报名昨天已经截止了。你逗老子耍没？别，乔姐您放心，我可是班长哦不，我是您的头号小弟，我爹是校董，加个名单这种小事，我分分钟给你办妥。这还差不多。乔姐，你想报啥子项目？短跑、跳高还是铅球？以您的力气，铅球肯定能把对面那帮孙子砸土里去。有射击，那可是咱们学校最火的项目，全是帅哥美女，尤其是您三哥温之然，那可是射击队的台柱子。射击啊，听起来还行，耍枪老子在行。唐子毅这个吃里扒外的蠢货，竟然去舔那个土包子，想靠校运会拿学分。乔野，我绝不会让你得逞。不愧是温少，国家级运动员的水平就是稳。这次校运会的第1名又是妥妥的了。校运会，那种业余比赛对我来说不过是热身。三哥，你还在训练啊？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知识塔。念慈，你有话就直说，不用跟我绕弯子，免得父亲又说是我教坏的。三哥，我是担心你，我刚才听堂上说，姐姐也要参加这次的射击比赛。乔野，他一个泥地里长大的小球孩，连枪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参加射击比赛是去当移动靶吗？三哥，你别小看他，他虽然野，但运气好的离谱。而且他这次是冲着校运会的第1名去的，听说只要拿了冠军，就能直接拿走1半的毕业学分。要是真让他拿到了毕业证，咱们手里的那些股份是温家的基业，绝不能落到一个外人手里。念慈，你放心，射击不是打群架，靠的是天赋和千万次的练习。他想在我的领域抢第1，做梦。三哥，为了保险起见，要不要我在他的枪里？住口！念慈，我是国家级运动员，对付一个外行还要靠作弊。温之遥丢不起那个人。我会用绝对的实力让他知道，
豪门和农村的差距是他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红阶。少爷，二叔那边动作很快，已经把2个核心部门的主管换成了他的人。看来他已经察觉到您在暗中收购散户股份了。他老了，心急是难免的。没有那份继承权协议，他做的再多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联姻的事必须尽快推进。少爷，京城商学院发来了下周校运会的赞助邀请，您看是否要签字？告诉他们，我会准时出席。少爷，您平时不是最讨厌这种喧闹的场合吗？偶尔去看看那些纨绔子弟自以为是的比赛，也挺有意思的。顺便看看那个野丫头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还不快谢！唐少，你来了。让让。哇，好香哦！快吃，热乎的。谢了，曹操。谢啥子嘛，小事情。让开，让开，都给乔姐让路，莫挡了乔女王的道。让开！哟，那不是温大小姐吗？怎么现在跟个收妻小媳妇似的？以前唐少拿她当宝，现在她连根草都不如，真是风水轮流转。喂，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要让乔野在运动会上彻底沦为一个笑话。快看，是顾氏集团的顾少，他本人比电视上帅100倍。这大忙人今天咋跑来了？乔野，现在求饶还来得及，等会儿比赛开始，你要是枪没拿稳，打到自己，丢的可就不只是你自己的脸。三哥，你这身衣服穿起不热啊？穿得跟个铁皮通通一样。无知，这是高分子隔音透气面料。那个女生是几班的？怎么连最基本的护目镜和耳罩都没戴？估计是爆槽项目来凑数的。看来这次的比赛冠军又没有悬念了。射击比赛规则：每人10发子弹，累计环数最高者获胜。现在选手入位，检查枪械。乔野，我已经让人把你那一盒子子弹全部调换了。等会儿枪响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歪打正着。第一轮射击，各就各位。第一发，预备，放。文之然10环，乔野拖把。我就说吧，拖把，温家这真千金真是绝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体描边大师吗？乔野，枪不是这么拿，你要是害怕，现在弃赛还来得及。个窜板，居然在子弹上给老子动歪筋！预备，放。文之然9环，乔野7环。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文之然9环，乔野6环。文之然9环，乔野7环。文之然8环，乔野拖把。你们看，这就是所谓的天才，连这种业余比赛都打不明白，真是给温家丢脸。去查查乔野手上的那盒子弹。少爷，您是觉得那2枪拖把弹着点几乎在同一个位置？如果不是他故意的，那就是子弹的平衡被破坏。一个把飞刀扔得这么精准，不可能看错靶子。明白了，我这就查。裁判，我申请暂停。乔野同学，你有什么事？我申请更换枪械和子弹。打不中就说枪有问题，这借口也太老套了吧？乔野，输不起就直说，枪械和子弹是学校统一分发的，大家用的都一样，凭什么就你有问题？乔野同学，按照比赛规定，除非枪械发生物理性故障，否则中途不允许更换器械和子弹。你的枪刚才射击正常，诉求驳回。姐姐，技术不行就自己认输嘛，找这种借口只会让人觉得更丢脸。就是，没听温少说吗？国家运动员都没说有问题，你一个门外汉懂什么？赶紧下去吧，别在那都给老子闭嘴！谁再敢乱叫，老子明天就让他滚出商学院。乔姐说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乔野，别挣扎了，最后4枪，就算你枪10环，而我哪怕闭着眼睛打出个2、3环，你也追不上，乖乖认输吧。认输？老子的字典头就没有这2个字。三哥，看好了，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打枪。
这不可能！第8发，乔野10环。乔姐万岁！乔姐牛逼！这怎么可能？子弹明明有动过手脚，他怎么可能打出10环？三哥，看你汗流得跟个水鬼一样，心虚了。开枪不是靠你身上那件铁皮统统，也不是靠你那个几百万的护目镜，枪是手的眼神，手是心的影子。你心不静，准心再准也是个摆设。乔姐牛逼，乔神无敌，什么国家队，什么运动员，在乔神面前全是战五渣。你看我干什么？开枪啊！你开枪啊！温少爷，开枪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平静的良心。你心术不正，这枪你拿不稳。第10发，乔野10环，史无前例，连续4发10环，总环数反超温之然10环。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一个村里出来的，怎么可能打出这种成绩？他到底是什么人？冠军，乔姐是冠军，66大顺，乔姐无敌！还没结束，3哥还有4枪，只要他全部打出10环，只要那个土包子运气用光。温之然选手，请继续射击。温之然5环，温之涵1环。什么？堂堂国家级运动员，竟然打出了1环这种业余成绩！三哥，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心不静，你脑壳里头装的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议论声，你早就把打枪的本性给丢了。闭嘴！你个野丫头懂什么？脱靶，脱靶！最后2枪全部脱靶。温之然射击结束。比赛结束，乔野总分66环，温之残总分62环，比赛冠军是乔野。乔姐万岁！乔姐无敌！看见没？这才是咱们金融班的牌面。看来该轮到我去颁奖。我不服！他作弊！他一个乡下人，凭什么能赢过我哥这个运动员？他一定是对子弹动了手脚。你要擦，老子让你擦够。报告，乔野选手的弹壳上确实有非自然的划痕。什么情况？难道乔野的成绩有假？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有人盲打都能中10环？原来是子弹有问题啊！听到了吗？他就是作弊，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商学院。谁敢说我大侄女作弊？给老子站出来！不是。这小子刚才在器械室鬼鬼祟祟，想销毁证据，被老子当场刮了个现行。主任，这是我们少爷让我调取的器械室隐蔽监控，您可以放给大家看看。把这个换到乔野的子弹里。哦，贼喊捉贼啊！原来真正作弊调包装备的人是温大小姐，这也太下头了吧！亏她平时还装得跟个小白兔一样，背地里居然这么阴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靶子偏了3厘米，子弹还是哑火弹。我大侄女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枪打出这种环数，那是枪法逆天。温念慈，我这辈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有你这样一个妹妹。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哥。哥，别叫我哥，只有乔野一个妹妹。温念和，你勾结外人，破坏比赛公平，情节极其恶劣。我现在代表校方宣布，开除温念和学籍，永不录用。我就知道你会是那个奇迹。鼓掌，三哥，好，今儿个这冠军拿的巴适，咱们部队不亏。小野，以前是我糊涂，被那个绿茶给蒙了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妹妹。我也没想到温三少居然会被一顿烧烤收买。只要你以后乖乖练枪，我保证教你打出真正的10环。
到时候去国际赛场上给国家争光。顾少爷，是你跟我们走，还是我们请你走？顾乾坤的人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是冲我来的。小野、温三少，你们先走，我跟他们回去，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走个串串，在老子眼皮子底下绑人，当不存在吗？给我上！别想动他！小高，臭丫头，这可不是你们学校里的玩具枪，动一下，老子让你脑壳开花！小野，快躲开！放开他，我跟你们走。晚了，这丫头废了我3个兄弟，老子要她的命！拿把烂枪就想吓唬老子？这怎么可能？哼，老子在村里头踩这玩意儿比踩玩具都快。小野，你这手是跟哪位神人学的？三哥，别愣着了，报警啊！属下来迟，少爷恕罪。顾乾坤，你真是找死！小野，我需要你明天陪我回一趟老宅。我二叔已经急不可耐了，我们要尽快定下婚事，拿回继承权，否则这样的危机还会出现。行，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把你的腿治好。忍到起哈，可能有点痛。搞定了，老子那把老骨头都快累得散架了。顾大少爷，你试哈看，看能不能使上劲儿，莫让老子的辛苦白费了。我站起来了，乔爷，我真的站起来了。莫激动嘛，老子出马，阎王爷都要绕道走，哪有治不好的道理？不过你先莫忙到乱跳，经脉才刚通，还没断根呢。哎呀，小心！接下来1个月，天天都要敷我亲手用村头药渣渣调配的偏方，保证让你生龙活虎，跑得比山里头的野猪都快。想偷偷地牵起你的手，慢慢地向你靠近。我还没太睡。莫动嘛，老子刚才费了好大的劲，浑身都酸了，没得力气推开你，就这样待到起，也挺巴适的。乔爷，啥子？明明是治腿，为什么刚才一定要让我把赏叶夺了？我看起顺眼嘛，你长这么漂亮，肌肉又这么巴适，老子多看2眼，多摸2下又咋个了？不行吗？行，既然你想看，一会儿让你看一辈子。救命啊！老子疑似隐名会晕的，肯定是因为昨天那2瓶啤酒，对，一定是酒精中毒。我没脸见人。对啊，乔小姐，少爷在楼下等您用早餐。早，顾嫂。乔爷，虽然你是神医，但我还没听说过这装饰花也是一味药。你懂个串串。比起那个神医，我更喜欢昨晚那个真实的。顾嫂，你真的喜欢我，不是为了演戏给那个二叔看。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虽然大家都宠我，但我晓得，其实我是被丢在那儿的。我这种野孩子，不懂啥子叫喜欢，也没得人会坚定的选我。我怕我这一安定下来，哪天又被人给丢了。其实我也一样，那场火烧掉了我所有的光。从那天起，我不仅丢了父母，也丢了作为人的尊严。在顾家那个吃人的地方，没人把我当少爷，他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滩烂泥，一个随时可以踩上一脚的废人。无数个夜晚，我只能躲在黑暗里，强迫自己听不见。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那些欠我的，我都要他们1000倍100倍的还回来。我经常梦见爸妈在火里喊我的名字，
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比死还难受。莫怕，后面的路我陪着你走，哪个敢欺负你，老子就把你牙敲掉。幸好你来了，是你选了我。站住！顾家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哟，这轮椅挺高级嘛。不过咱们顾家祠堂可是要跨高门槛的，残废还是在外面待着吧。顾家现在没人喽，这大门是开给顾家后代的，还是开给几条看门狗的？你说谁是狗？谁呀，在我们顾氏门前大呼小叫的？二叔，哟，这不是咱们顾家那位深居简出的残废大少爷？祭祖大典这种地方，你想带着这身晦气来惊扰老祖宗？按照老规矩，身残者不能入宗祠。顾晨，莫要在这丢人现脸，入我门庭。顾城是嫡长孙，他进不去，难不成让你这个想钻空子的旁系进去？你敢骂我？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宗祠重地，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晨儿血浓于水，既然回来了，就进来吧。这丫头想进顾家门，得行入祠3礼，跪迎牌位，抄百遍家训，奉茶。错一步，滚回乡下。小丫头，你敢吗？二叔，现在什么年代了？莫急，老子倒要看看他能玩出啥子花样。只要这丫头第一杯茶端错人，乔小姐，请先给顾家主奉茶。乔烨，你懂不懂规矩？第一杯茶应该敬给家族，也就是我父亲。老祖宗，请喝茶。顾家这帮后辈，眼力劲儿还不如个刚进门的小姑娘。哈哈哈哈哈！好眼力，乾坤，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老祖宗坐在这儿，你却让我先喝茶。顾家是极重尊卑的家族，小野。这一关，你过得漂亮。乔爷，你这是什么鬼姿势？跪拜祖宗，竟然如此儿戏！住口！这是归宗礼，老祖，那是只有嫡系继承人才会被传授的，失传已久的归宗9礼第一式。这礼法连你老子当年都只学了一半，后来因为动荡失传了。什么？失传的嫡系礼法？村里的7辈辈临走前教我的。他还教我以后要是去顾家，别被那些胖子整出来的假规劝了。没听说过姓齐的大人物啊！这位齐伯伯到底是谁？顾老弟，20年不见，别来无恙。齐老哥，齐伯伯，你怎么也来了？我来帮你撑撑腰。这丫头说的分毫不差，宗祠布局、祭祖规矩都是我帮你们定的。你既重礼法，那熟知规矩的乔爷就是最好的主母人选。哪来的老骗子，在这装神弄鬼？顾家的事儿哪轮得着外人做主？来人，给我拿下！给我走！哦，你干什么？出手！阴郁，气脉断绝，快拿速效救心丸！没用了，脉搏摸不到了。来人，顾晨勾结外人谋害家主，抓起来！我看谁敢动？我看哪个敢踏过这道坎！回阳九真成败在此一举。都给老夫走开！父亲，这丫头拿针扎您，儿子正要清理门户。谁在救命，谁在索命，老夫还没瞎。丫头，你让老夫刮目相看。顾仁堂药铺濒临破产，3个月内翻活它，做成了，你就是顾家的孙媳妇儿。顾仁堂早被我掏空，千万烂账，神仙也救不活。老东西，你这有点过河拆桥了吧药铺而已，结了。去，断了顾仁堂所有药材供应。二爷放心，早已安排妥当。再找流氓去闹事，买通媒体造谣卖假药，我要让这药铺还没开张，名声就先烂透。还钱，30万药款，今天不给钱，拆了这破店。你肝火扫心，再熬3天，准下。我的手！开张第一件事就是清账。各位街坊邻居，顾仁堂重新开张，
前3天一诊，看病不要钱，抓药只收成本价。不是那家欠债跑路的黑店吗？这小姑娘靠谱。各位不信的，尽管上来试试。那我试试。大爷，你这是昨晚凉了胃，还吃了不干净的剩饭，现在心口窝像火烧一样吧？小姑娘，你咋晓得我昨晚吃了剩饭？这药只收成本价，1日2副，饭后吃。给你，小姑娘，这药真这么便宜？义诊，他倒是聪明，想靠口碑翻身。二爷，药材供应全断了，他现在用的不过是药铺以前剩下的残次品，撑不过明天。那就再送他一份大礼，找几个演员，我要让他的义诊变成索命。徒弟刚才喝了这家的药，现在人快不行了。乔小姐，现在义诊又出事故，请问您如何解释？果然出事了，这药铺不能来。顾乾坤就教了你们这点下三滥的招数，连中毒和装死都分不清，也敢出来唬人？啊！看清楚了，老子是国家1级国医圣手蔡长青，顾仁堂从今天起由我坐堂，谁敢说我的药有毒，原来是栽赃。顾仁堂从今天起由我坐堂，谁敢说我的药有毒，原来是栽赃。断肠草配化骨散，分量刚好让人产生中毒假象。这种秘方，京城除了顾氏生物制药，怕是没几个人能拿得出吧？蔡老，您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栽赃？想知道真相，容易。说，谁指使你们来的？是顾二爷，他给了我们5万来顾仁堂演戏。两个老不死的从哪冒出来的？二爷，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股票已经开始跌了。慌什么？通知周边省份药材商，不准给顾仁堂供货，我要让他们饿死。小野没米下锅啊！顾乾坤断了所有供货，老夫有些先操，但治不了世俗杂症啊。有了，他想玩断粮，老子就给他来个借力打力。蔡叔、齐伯伯，你们先坐正，我去见个老朋友，我来尊嫂子升天。温景琛，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青梅竹马，旧情难忘，我沈田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沈田，那是合成的。那天我只去参加一个商务酒会，秘书顺路顺到酒店房间门口。温景琛，你把我当3岁小孩耍吗？分手，现在就分手！急啥子嘛？沈田嫂子，你这智商真是不如村里3岁的二狗子。乔爷，连你也帮他说话？我不是帮他，我是帮真相。看到没？你以为他是来抢男人的？错，他是来抢机密的。那几张照片不过是想把你气走，好让他有机会对温家和沈家的合作项目下手。偷机密？可那照片明明那么真实。P 图技术而已。既然他们想看戏，那老子就陪他们演一场大的。沈田嫂子，想不想亲手把那条躲在暗处的毒蛇给揪出来？待会儿咱们这样。温大哥，顾仁堂那个联名医药项目，我占6成，你占4成，没得商量。不行，温氏出了所有的渠道，至少要5分账。鱼儿上钩了，念慈，原来真的是他在背后捣鬼。我一直念在旧情，不愿深究，看来是时候清理门户了。顾二叔，这就是顾仁堂和温氏合作的全部机密。好，念慈，你这次立了大功。等老头子退位，顾氏的美妆和医药板块，我分你3成。3成不够，我要的是温氏集团。哈哈哈哈哈！胃口不小，只要你帮我把沈家这根刺拔了，温氏我帮你拿下。念慈，这是公款，签约成功，我就是温氏救世主。谁敢查我？你怕什么？成了，你也有福。张总，沈家和温景琛的合作已经黄了，这是我们的诚意。只要您点头，这个项目的利润我们6-4分，您6，我4。温小姐真是爽快人，沈家那边我会安排好的。只要明天的签约仪式一过，温景琛就彻底出局了。不只是出局，我要让他和那个沈田彻底变成京城的笑话。乔爷，你的靠山倒了，我看你还怎么演。各位媒体朋友，今天不仅是温氏与沈家深度合作的开始，更是某些尸位淡餐的人彻底退出舞台的日子。而我温念提
才是真正能带着温家走向辉煌的人。哟，这戏唱的挺热闹嘛。温念慈，你这丑角当的是不是太入戏了？我沈天明身为沈家家主，怎么不知道沈家收过你的钱？介绍一下，这位是京城剧院的张老师，也是我们村的皮营张，演技一流。那500万现在正躺在温氏集团的公款备用金账户里，还没捂热乎呢。拔掉沈家这根刺，分你3成。温念慈，这一巴掌是替我差点被你毁掉的清白。沈家不仅不会和你这种毒蛇合作，还会正式起诉你挪用公款、商业诈骗。不是这样的，二叔救我！你那个二叔，早在10分钟前就把你拉黑了。温念慈，你的豪门梦该醒了。不，是我不够信任你。如果不是乔野，我可能真的会毁了咱们的未来。甜甜，对不起，是我没能保护好你。行了，腻歪的老子牙都要酸掉了。既然舞会加开了，森田嫂子，你答应我的药材供应某都没问题了吧？沈家所有的药材库存优先供应故人堂，价格绝对是全京城最低，这还差不多。挪用公款，商业欺诈，害亲哥哥，温家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妈，念慈一时糊涂，被顾乾坤骗了。糊涂，心术不正，剥夺一切职务，收回名下资产，关进祠堂反省，不准踏出半步。带下去。妈，救救我！奶奶对我不满意，说我笨，不适合做主母。没得事，老子教你一招，让他亲口承认你是最无可替代的。真的，你一定要帮我。温老太那腿是老伤，不是送礼。足三里太溪穴，每天按1小时，他离不开你。好，我一定学会。走，老子先教你认穴位。嫂子，记清楚了，这里是足三里，这里是太溪穴。你不用学那些高深的针法，我教你这套5行推拿手，只要力道对了，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乔野，我怕我手笨，万一按疼了奶奶怎么办？你这双手平时拿名牌包包挺稳的，怎么这时候怂了？记住，温老太不缺钱，缺的是真心实意的陪伴。你只要每天坚持给她按1个小时，保证她离不开你。沈小姐，这些活交给我们做就行了。不用，我跟乔野学了推拿，想给奶奶试试。这手法谁教你的？是乔野教的。他说奶奶最近睡得不好，多按按这个穴位能安神。沈田、乔野，你们抢走了我的一切！奶奶喜欢你是吧？温景琛爱你入骨是吧？明天的生日宴，我要让你们全部后悔！二叔，你虽然拉黑了我，但你留给我的那份礼物，我会好好利用。今天不仅是家母的寿辰，更是宣布景琛与沈田婚期的好日子。感谢各位莅临。沈田这孩子心诚。老夫人，这是沈小姐特意为您熬的羹汤，说是清热润肺。喝吧，老太婆，等你喝下去，沈田就是杀人凶手。看着你们一个个身败名裂，就像我当初一样。不喝！乔野，你又在胡闹什么？这汤里有股断肠散的味道，虽然被佛手柑的香气掩盖了，但瞒不过我的鼻子。乔野，这怎么可能？我一直亲手盯着的。那就要问问那位一时糊涂的二小姐。不可能！我明明……你
明明只放了泻药，可惜你二叔留给你的那瓶药早就被顾乾坤换成了真正的毒药。他不仅想要温老太的命，还想要你的命来封口。妈，念慈他总算捡回一条命。医生说中毒不深，但他现在疯疯癫癫的，一直喊着有人要害他，被关在病房里观察呢。怎么会变成这样？顾乾坤那个畜生！沈田，奶奶，我在。昨天多亏了乔野，但我也听说了，你为了那盅汤守在厨房3个小时没合眼。以前我总觉得你性子软，没主见，不适合做我们温家的主母。现在看来，倒是我老太太看走眼了。顾乾坤狗急跳墙了。温老太这件事儿，他不仅想除掉温家这个助理，更想试探我们的底线。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当年那场车祸的司机虽然死了，但他留了一份录音在海外保险箱里，我已经派人去取了。好，既然他喜欢玩毒，那老子就让他尝尝什么叫万箭穿心。老子死的你命真大，但这针下去，你就永远不用醒了。等你很久了，顾乾坤这老弟儿果然还有后手。还是乔爷想的周到，带下去，交给警察。真田嫂子，别愣着了，咱们的大鱼要落网了。甜甜，歇会儿吧，老太婆这把老骨头，哪值得你这么没日没夜的守着？奶奶不累。乔也说了，您这身体得精细养着，指甲长了容易藏灰，对伤口不好。小野，你这孩子虽然野了点儿，但看人的眼光比我这老太婆准。那感情好，奶奶，老子看中的人就没得一个是怂包。奶奶，今天的气色真不错。那是自然，有甜甜这么个贴心的孙媳妇守着，我这心里舒坦。乔爷沈田，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牢牢掌控温家？只要奶奶吃了我换的安眠药，药力过猛导致昏迷，我看你们还怎么表忠心？温念提，你这属耗子嘞，大白天的在这钻啥子空子？乔爷，你怎么在这儿？放开我！老子要是不在这儿，哪能看你表演大变活跃？安眠药量还挺大，你这是嫌奶奶命长，想帮他老人家偿命？乔野，你这是干什么？念慈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我看他生龙活虎下药了，还想给你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安定，剂量居然是正常范围的5倍。温念慈，你疯了！不是我，是乔爷在找我。奶奶，你相信我，我温家养虎为患啊！20年的情分，你竟然想要我的命！带下去，交给警察。从此以后，温家再也没有温念慈这个人。顾乾坤，为了你的爪牙，你这条老狗该露头了吧？顾乾坤最近在疯狂回笼资金，看来他是察觉到我们联合的动作了。沈家在药材渠道上已经全面封锁了顾乾坤的所有外援，只要顾仁堂能撑过这一关，他在顾家的地位就会土崩瓦解。不够，他害死我父母的证据，我查到了当年那场车祸的司机，但他的女儿还在京城。那就简单了，老子去把人带回来，顺便给顾乾坤那老子儿送份大礼。小野，别轻敌。放心，这种只敢躲在背后放冷箭的阴沟老鼠，老子1年能踩死1把。二爷，沈家那边彻底断了我们的供货，那些股东也开始动摇了，都说要您给个交代。交代？老子给他们什么交代？顾晨那废子，真以为乔野那几个泥腿子就能翻天了？去，把人都派出去。下周的董事会，谁敢投顾晨，就让他见不到以后的太阳。小野，顾晨那个娃儿的腿硬是没得问题了啊！快了，有蔡淑丽的神针在，加上700杯的灵药，再过3天，保准他能站起把顾乾坤吓死。小野，这一战不只是为了顾家，更是为了神人村的脸面。晓得，老子一定要让顾乾坤知道，欺负老子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乔姐，这法子真能行，我可是按你说的，
把顾仁堂引进海外财团100亿投资的消息都散出去了。换个潘潘，顾乾坤现在正愁没钱填他那个大窟窿，看到这块肥肉，他能忍住不要？小姐，顾少，顾乾坤的人在门口转悠好几圈了，还拍了照。查清楚了吗？那家施瓦茨制药到底什么来头？西洋那边的老牌制药巨头，据说他们看中了顾仁堂手里的几个古方，准备出资100亿搞联合开发。100亿！乔野那个贱丫头哪来这种本事？老头子还没死，顾仁堂的名头还在。如果这笔投资能落到我手里，不仅亏空能填满，整个顾家集团谁还敢反对我？可乔野那边守得很严，咱们的人进不去。守得严，说明心里有鬼。去，找个可靠的中间人，联系一下那个施瓦茨的代表。汉斯先生，顾仁堂不过是个濒临破产的小作坊，如果您愿意与顾家集团总部合作，我们能提供的资源是它的100倍。顾先生，我们看重的是古方的纯正性，除非您能证明您才是顾家真正的掌门人。这您放心，明天的股东大会之后，我就是顾家唯一的掌权者。顾乾坤啊，顾乾坤，你这辈子怕是没见过真的财团。皮营长这徒弟的演技一点不比他师傅差。那么，为了表示诚意，您是否愿意先行注资10亿，作为我们联合实验室的启动资金？没问题，只要能签下这份合同，10亿我给。快点，那10亿资金必须在天亮前汇入汉斯先生的指定账户。二爷，这可是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如果没有董事长的签字，一旦被查出来，我们都得进去。少废话！老头子现在再次病重，我就是董事长，出了事老子顶着。乔野、顾晨，等我拿到了施瓦茨的合同，就是你们的死期。顾总，追踪到了，那10亿资金经过3个海外中转账户，最后汇入了顾乾坤在开曼群岛的私人账户。老嘚儿还真是贪得无厌，都掉入陷阱了，还要顺便捞一笔。顾二爷，求求你放过我，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顾晨他们家进城的大车我已经剪断了。顾乾坤，你害我父母夺我权位，这笔债我马上就要找你讨回来了。忍着点，最后这一次经络通了，你就能彻底康复了。小野，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这辈子都只能在那张轮椅上苟延残喘。说啥子傻话？老子救你是因为老子看上了你，你要是敢给老子丢脸，老子分分钟把你踢回神人村喂猪。明天之后，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也会让你成为人人艳羡的顾家主母。各位，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事实摆在眼前。顾晨作为第1顺位继承人，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无法支撑他管理这个集团。顾晨患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且伴有幻觉，让他继续留在董事长候选人的位置上，是对所有股东的不负责任。精神有问题，这可不是小事儿。顾家集团的股票不能因为这种负面新闻缩水。顾二爷这些年虽然激进，但能力还是有的。要不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儿定了？乔小姐，这是股东大会。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闲杂人等，老子是顾晨的未婚妻，顾仁堂的负责人。小姐，你这点穴手越来越神了。走，进去看大戏。既然大部分股东都同意罢免顾晨，那么我宣布，老子还没同意嘞，你宣布个传错。乔野，你敢擅闯股东大会？保镖！保镖在外面睡觉嘞。顾乾坤，你那份精神病证明做得挺逼真啊！各位股东，看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病。这怎么可能？10亿！顾乾坤，你居然敢动集团的保命锏！假的，这是伪造的，这是乔野勾结顾晨栽赃我。证据就在这里，而且我还有另一份礼物要送给你。顾晨，你就算拿到了资金流水又怎样？哼，在这个世界上成王败寇，你一个站不起来的废人，有什么资格继承顾家？难道要把顾家的未来交到一个残废手里吗？
说完了吗？残废！顾乾坤，你这双招子真的该拿去喂狗了。顾晨，他站起来了，不是说车祸伤到了神经，这辈子都无药可救了吗？二叔，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为了让我永远站不起来，在那场车祸后，买通了医生在我的药里下毒，甚至还派人暗中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可惜你千算万算，没算到我会遇到乔野。不可能，这绝对是幻觉，你一定是装的，去死吧！二叔，这只手是还你20年前对我的照顾。二叔，接下来该聊聊我父母的死因。顾二爷，求求你放过我，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目前他们家契哥的杀手我已经剪断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明明已经把所有的备份都销毁了。顾乾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那个司机虽然死了，但他女儿替他留下了这份证据。没想到吧，他的女儿被我找到了。畜生，草菅人命，连亲哥哥都敢谋害，顾家怎么会出你这种败类？报警，立刻报警！这种杀人犯全部都留在顾家。证据，顾晨，你以为拿到了证据就能赢我？看看这是什么！你这招老掉牙了！我在村里拆炮仗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知道你厉害，但这是电子引爆，你就算能飞天也拦不住。五叔，你不是在学校当教练吗？小野，这玩意儿做的跟玩具似的，数一泡尿的功夫就全拆干净了，怎么可能？我明明请的是国外的专家。你请的那种所谓专家，在我武术面前连个新兵胆子都算不上。你以为你在京城手眼通天，但在老子眼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把他带走。老子死也要拉个垫背的！顾乾坤，放开他，让老子走！立即放下人质！立即放下人质！退后！全都给老子退后！顾晨，你不是很能干吗？你不是想让你父母瞑目吗？现在把你手里所有的股份转让签写了，然后给老子准备1架直升机，否则老子现在就让你的心上人香消玉殒。我签，只要你不伤害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顾晨，你脑壳开窍点没？就这种连杀猪刀都握不稳的老弟儿，也能把你拿捏？老子最烦别人勒我脖子。小野，吓死我了！傻瓜，你还真打算签那份转让书吗？股份没了可以再赚，你没了，我要这顾家江山有何用？晨儿，这20年是爷爷对不住你，是老夫老了，被权势迷了眼，竟让顾乾坤那个丧心病狂的畜生在老夫眼皮子底下作恶。爷爷，顾家的血脉里流着的是责任，不是仇恨。那些阴影，今天就让它随风散了吧。好，顾家列祖列宗在上，今日我顾天雄正式将顾家集团董事长及家主之位传于长孙顾晨。恭迎顾董，恭迎家主。小野丫头，你不仅救了老夫的命，更是在顾家生死存亡之际挽回了局势。你是一个奇才，更是我顾家认定的唯一嫡孙媳妇。从今天起，小野便是我顾家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见他如见老夫，谁若敢有半点不敬，立刻逐出家门，开除宗籍。
老爷爷，祖母啥子的头衔太重了，老子怕压得长不高。只要顾城这娃子以后听话，不给我惹祸，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们顾家守好这道门。小野，不仅是顾家，我整个人以后都是你。这可是你说的，要是敢反悔，老子把你砸成刺猬。爸妈，不孝子顾晨，今天为你们报了仇，带着未来的顾家主席回来看你们了。叔叔阿姨，放心吧，顾晨以后有我罩着，谁也欺负不了他。爸妈，这就是我选的人，他像火，烧尽了我心里的阴霾，也像光，指引我回家的路。乔野，你这是整哪一出？这儿可是老祖宗的地盘，莫乱来。以前我坐在轮椅上，是你推着我一步步走出地狱，以后我站着，做你的依靠，做你一辈子的避风港。你愿意嫁给我，做我顾晨唯一的妻吗？你就是那个要跟我联姻的俊哥哥，长得确实标致，就是不晓得这诚意够不够。这是聘礼，沈氏集团5%股权协议，限值5亿，签个字就是你的个人财产。往回跑！我拖住他们！臭丫头，这可不是你们学校里的玩具枪，动一下，老子让你脑壳开花！老子还以为你要说啥子。行吧，既然你这么求老子，那老子就勉为其难答应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敢在外面沾花惹草，老子分分钟把你砸成刺猬。全世界在你的身后。听说了吗？顾家新主母是个乡下来的，居然能把顾二爷那种狠原色都给掀翻了。何止是不简单，听说他背后还有一股神秘势力。星辰，你看小野今天肯定美呆了。顾晨这家伙运气真好，居然能娶到小野。若不是小野，我们现在恐怕还在被温念婷那个毒蛇牵着鼻子走呢。老子说，这裙子是不是太重了点儿？感觉像是在身上挂了2扇猪肉，走起路来都费劲。乔小姐，这可是苏恩大师的巅峰之作，全球仅此一件。苏娘娘也是给我搞这么件衣服，要不是顾城那家伙喜欢，老子宁愿穿大裤衩。哼！小野，你今天仙女下凡了？仙女个串串！三哥，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老头子嘞？村长爷爷还没到。门口车队都排到3里例外了，顾家的、沈家的，甚至还有不少国外的豪车，确实没看到神人村的那辆老解放卡车。看啥子看？没见过帅哥啊！彪子，你嗓门小点儿，别吓着咱们小爷的婆家人。这京城的空气还是这么浑浊。齐疯子，你算算，那老东西怎么还没到？别急，那老家伙爱显摆，肯定在憋大招。顾总，时间差不多了，婚礼该开始了。再等等，还有最重要的人没有到场。老头子，你要是敢放老子鸽子，老子回去就把你那2坛子陈年好酒全给泼了喂猪！神人村村长到。小爷，爷爷来晚了。你这丫头，莫不是要在心里把爷爷骂成猪头了？老头子，你要是再不来，老子真打算把你那坛酒给泼了！愣着干啥？嗓门留着下蛋呐！念。神人村贺新婚，头礼如要天亲有葵花绽一件。2礼
千年野山参一对，凑合看吧。你把村里的家底都搬空了，回去大家吃啥子？喝西北风啊？傻丫头，这点钱哪有你风风光光的家人重要？小爷，这是爷爷送你的最后一件礼物。从今天起，神王殿所属36部72堂，上至跨国财团，下至情报暗哨，见令如见主。谁要是敢欺负我神人村的孩子，这令牌一出，老子让他连祖坟都保不住。老头子，这玩意儿能换多少顿火锅？你这丫头能换这世上的一切。顾家的小子，我这丫头皮是皮了点儿，但她心软。你要是敢让她掉一滴委屈的眼泪，老子就把这京城翻个底朝天，你信不信？爷爷放心，顾晨此生唯乔野一人。他若受半分委屈，顾晨剃头来见。吉时快要过了，快开始婚礼吧！行了行了，我们村嫁闺女，有你什么事儿？老娘亲自来。有请女方家长牵着我们村美丽的新娘乔野小姐步入这神圣的婚礼殿堂。陈娃子，这丫头我交给你了，你签稳呐。爷爷放心，死不撒手。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神王殿要是能搭上这条线，温家何愁不能成为京城第一豪门？小野妈想跟你说几句话，这是温家祖传的。温夫人，婚礼已经结束了。我被亲生父母当垃圾一样扔掉的时候，你们在弥补哪一个？不是这样的，爸，真的没有想过要扔掉你啊！别假惺惺了。好了，乔野还小，以后总会明白。舒缓，你终于舍得回来了，这几年在国外受苦了吧？妈，不辛苦，都在做实验。回来就好。舒缓，快来看看，这是你亲妹妹乔野。二哥，头一回见，我是乔野。我是顾晨。恭喜妹妹、妹夫。你们别介意，舒恒他就是这种性格，一钻进科研里，连我也经常不理呢。小野，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玛丽。这是我特意从国外带给你的新婚礼物，是一枚定制的胸针，希望你喜欢。玛丽姐姐中文说的真好。为了舒涵，我可是专门找老师学了3年的。三哥，这二哥是个啥子情况？怎么感觉比大哥以前还要闷？二哥啊，他打小就孤僻，一天到晚钻在实验室里，跟家人的话加起来还没他跟显微镜说的多。说实话，他这种性格居然能带回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女朋友，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在国外研究啥子嘞？谁知道啊，反正听说是尖端科技，保密级别挺高的。舒涵，你在国外的那个研究项目到底是做什么的？能不能给妈讲讲？是啊，回国进科学院总得有个方向吧。舒恒他不好意思说，其实他在做的是神经突陈再生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物电脉冲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这项技术如果成熟，不仅能治疗瘫痪，甚至能让一些退化性脑部疾病得到根治。舒恒在实验室里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模型搭建。哇，二嫂，你懂得也太多了，感觉你比二哥还像个科学家。我只是帮他整理资料久了，耳濡目染。一个整理文件的，能把核心科研数据背得比当事人还溜，这样狐狸有点意思。站住！玛丽姐姐，半夜3更不睡觉，梦游噻。小野是你啊，吓死我了！我只是想找舒涵，走错了方向，找二哥啊。二哥的房间在走廊那头，这边是我和顾城的私人房间。玛丽姐姐，要不要我送你过去啊？不用不用，我这回晓得了，我自己去。主母，查到了，玛丽在海外的所有学历和身份背景，全部是伪造的。她的真实背景与顾宽当年勾结的海外势力有非常隐秘的关联。
看来他接近老二的目的不简单，说不定这次回国是奔着我们来的。骚狐狸，尾巴终于遭老子揪到了，还敢在眼皮子底下玩间谍游戏，二哥硬是被蒙在鼓里了。怎么还没睡？爷爷很快，只要神王殿的令牌到手，我就能把念图接回来。你放心，婉婉。令牌接念图回来？哼，那个疯婆子根本不知道我的计划。国良平时最疼念慈，可能是想等这阵子风头过了，把她接回来吧。这令牌估计也是为了温家的声誉。小野，妈知道你对我跟你爸有些误会。你看，这是当年你丢了之后，你爸亲自去派出所报案的回征。他其实一直没放弃过找你，只是运气不好。你就放下偏见，试着去接受我们好吗？温夫人，你还是太单纯了。你看这日期，是我丢了整整1个月后才去报的。1个月的时间，足够他把所有痕迹都抹得干干净净。还有这侦探合同，那是顾坤旗下的皮包公司。这些所谓的证据，不过是他演给你看的戏。他找的不是我，是新安。不，这不可能，这还有当年的记录，国良他不会骗我的。文夫人，行不行由你，但在文家，有些人的良心早就被狗吃。I've got the core data on William Shu. It's uploading now. It should be done in about 10 minutes.二哥，你看清楚，你这位心爱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货色？她不是什么学霸，是顾坤培养的间谍。我在加油盘里装了追踪程序。你刚才进书房拷贝数据，回房间联系同后，每一步老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确实是受顾坤指使，3年前在国外就有意接近你。我的任务就是窃取你的科研成果，还有顾家那些核心医药配方。3年的感情，全都是假的，你只是为了那些冷冰冰的数据。在这个圈子里，只有利益是真的。顾坤那个老狐狸，咋个能把你这么精准的安插在老二身边？顾坤确实厉害，但他还没那个本事把手伸到海外最顶级的实验室。能精准锁定温书桓的留学轨迹和科研方向，是因为温家内部有人在配合。这一切都是因为温国良早年曾与顾坤有过秘密勾结。温国良为了换取顾坤的资金支持，主动透露了温书桓的一切。对他来说，儿子也是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温国良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卖，这老混蛋到底还瞒了多少事？如果玛丽说的是真的，那温国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老子原本以为他只是个糊涂爹，现在看来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给老子查，全面深挖温国良和顾坤这些年所有的勾结细节，还有20年前老子被报错的所有真相，一个字也莫要漏掉。主母，根据20年前的交通和酒店记录，我们发现温国良在您出生后的第3天，曾以考察药材为名，单独前往过川渝交界处，也就是神人村附近的那个小镇。去村子附近？那时候温夫人还在医院坐月子，他有哪个闲心去考察药材？不仅如此，我们追踪到了温国良有几个资金异常的海外账户，发现他从20年前开始，每个月都会有一笔巨额资金汇入一个特定的陌生账户，至今从未间断。小野，你看这里。这是温念慈当年的出生证明原件复印件。温念慈的实际出生时间比你早了1个星期，这份证明上有明显的涂改和伪造痕迹，应该是后来通过某种手段重新补办的。比我早生1个星期，还伪造证明，看来这根本就是温国良那个老混蛋亲手策划的调包计。如果温念头是调包的，那他的亲生母亲是谁？温国良这种利己主义者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养个外人的孩子。能让温国良甘愿冒这么大风险，甚至每个月都要汇巨款供养的人，身份肯定不简单。
继续查，哪怕把20年前京城所有医院产房的记录都翻一遍，也要把温念慈亲生母亲的下落给老子揪出来。老婆，怎么又在看照片？小野现在不是回来了吗？你应该高兴才对。我总觉得亏欠这孩子太多。国良，当年如果咱们能早点找到他……好了，都过去了。现在咱们一家团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林婉阿姨，我找你找的好辛苦。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离开。不认识我没关系，这些东西你总该认识吧？温国良每个月准时汇给你的那笔养老金，20年了，1分都没少过。温念慈在京城作恶多端，已经关进监狱了。你觉得温国良还能护你多久？我也不想的，是国良，都是他出的主意。只要把那个孩子处理掉，温家的继承权就只能是我们女儿的。当年我虽然是他的小三，但我家在药材生意上有很深的海外背景。温国良为了讨好我，更是为了借助我家族的势力，在温家站稳脚跟。他策划了那场调包。乔野出生那天，他趁温夫人昏迷，亲手把孩子抱走，装进了一个送餐的保温箱里。他连夜开车送到了川渝交界的那个荒山头。他说那里人迹罕至，孩子活不活得下来全看命。然后他把刚出生1星期的念慈抱回了温家，后来被温老太发现孩子长相和血型不对，起了疑心。妈，是我没用，没看好孩子。我一定把咱们温家的长孙女找回来。他假装派人去找，其实那些人都是他安排去灭口的，只是后来找不到了，也就不了了之。还有顾坤，当年温国良之所以能和顾坤搭上线，最早也是通过我牵的线。他们2个狼狈为奸，就是为了共同谋取商业利益。好一个温国良，虎毒还不食子，你连亲生女儿都能惹。这20年的债，老子要让你连本带利全吐出来。这就是真相。温念慈不是被抱错的，是温国良亲手把我扔了换进来的私生女。为了一个私生女，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到荒郊野外自生自灭，甚至还利用在国外的时候就把我的行踪卖给了顾坤，就为了换取林家的支持。我一直敬重他，以为他是为了温家才这么操劳，没想到他骗了妈整整20年。原来婉婉就是林婉，原来她所有的偏爱都是因为那个孩子是小三生的。老婆还没睡，孩子们呢？都睡了。国良，小野丢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派了哪家侦探社去找他吗？怎么又提这个？那是20年前的事了，我哪记得住名字？当时我派了10几拨人，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了，你也是知道的。可我记得你说过，当时是直接联系的警方专案组啊。时间太久，我记差了。你就别在这钻牛角尖了。我晓得你昨天在书房门口都听到了，我没骗你。温念慈确实是温国良跟小三生的女儿，当年为了给私生女腾位子，他亲手把我丢到神人村后山。我早把那个叫林婉的女人找回来了，她就在楼下，到底咋回事？你可以亲口问她。温夫人，对不起。这是温国良当年写给我的情书，这是我们当年的合影，还有这份是温念慈的亲子鉴定报告。
当年他为了攀附我家在海外的背景，疯狂的追求我，承诺一定会离婚娶我。他跟我说，只要把这个障碍清除掉，面图就能名正言顺的继承温家。他连夜开车把孩子扔了，回来的时候还笑着跟我说，从此高枕无忧。老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你怎么在这儿？这些都是假的，是这个疯女人在污蔑我！给我！温国良，你还想骗我们到什么时候？温国良，你欠我们的，今天该还了。温国良，我跟你过了20年，掏心掏肺对你，哪怕温家最难的时候，我也没想过离开。你竟然这么骗我！你把我的亲生女儿扔到山里，让我的小野跟野狗抢食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把和别人的私生女养在我身边，让我把她当成宝疼了20年，现在你还想利用我的女儿，你还是人吗？离婚！温国良，我要跟你离婚！我要告你遗弃罪！我要让你……少爷，对不起，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没保护好你，原谅妈妈好吗？妈，莫哭了，老子命大，在神人村过得好得很。小野，在神王殿的帮助下，温国良的所有罪证已经全部收集完毕。温先生，你不仅出卖了儿子，还出卖了国家利益。对不起。陈娃子，这回老子总算是有个完整的家了。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对了，温念慈呢？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他，老子把他送到村里征召去了。爷爷说了，村里那几块红薯地正好缺个锄地的，让他在这儿好好劳动，莫要再出来祸害人。乔爷，你给我等着，等我回了京城，我一定要让你……